大家好，我係中環十一少。2026年第一次同大家見面，祝大家今年心想事成。呢排大家都知我忙緊咩，希望大家記得去戲院支持啦。不過今日想講嘅係一個英籍香港人 David Webb。自從佢上年宣布咧，即係會將佢嘅 website 咧逐步關閉，我一直都好關心佢嘅健康，尤其想知道佢過唔過到60歲生日。雖然佢過到60歲，但係亦都好快離開咗我哋。但係老實講啦，如果 David Webb 泉下有知，見到我哋淨係識得傷春悲秋啦，佢可能會皺眉頭啊，因為佢一生人最憎就係感性蓋過理性喎。David Webb 係一個極致嘅理性主義者，佢嘅浪漫唔係送花，而係送數據。佢臨走前做咗個決定，將 website 嘅數據庫同源代碼全部變返 open source。你以為佢係想留念，唔係，佢係留低咗武器俾香港人。所以如果要真正繼承佢，我哋要學嘅係佢嗰套心法。至於佢套心法係點，今日就同大家逆向拆解。首先第一式，亦都係最重要嘅一式，叫避開有毒資產。好多人以為投資係要識得揀靚嘢，但係喺 David Webb 嘅邏輯入邊，首要任務係唔好踩屎。website 最強大嘅功能其實係查家宅。以後你買任何一隻股票之前，唔該去 check 下佢個董事局。如果個董事曾經喺某啲名單入面嘅公司做過，又或者佢以前做過嘅公司成日都合股、供股、大折讓配股，呢啲股票直接判死刑，唔好有一絲幻想。仲有留意下個核數師，如果係嗰啲聽都未聽過嘅二三線行報告入邊仲寫住保留意見，即係話連核數師都唔敢施飛，咁你憑咩覺得自己聰明過佢？記住喺香港地睇市盈率之前，要先睇人品。第二式係現金流，呢個係 David Webb 最常見嘅投資模式。佢專門中意揾嗰啲業務已經冇增長，甚至係夕陽行業嘅細價股。點解？因為平咯，市值可能得幾億，但係公司入邊嘅現金同逆變現資產減去負債之後，竟然仲高過市值。即係話你買張股票係買一送一，甚至係免費送間公司俾你。就好似當年嘅鱷魚恤啦、明輝國際啊等等，啲廠房地皮係幾十年前買落嘅，帳面值低到笑，但係實際價值驚人啦。David Webb 買呢啲股唔係賭佢業務會識飛，而係賭價值回歸。一係逼你派息，一係等你賣盤私有化。第三式叫做5%。散戶買股票咧係為咗賺差價， David Webb 買股票咧係為咗叫陣。你會發現咧，佢持倉往往會買過5%。點解係5%？因為過咗呢條線，你就係主要股東，你有權喺股東大會搞局。佢唔係買完就算㗎，佢會親自拎住支咪喺 AGM 質問管理層，點解你有10億現金收1厘息都唔派俾股東？我哋雖然冇咁多錢買夠5%，但我哋可以跟隨。仲有喺一般私有化制度之下，係不得有超過10%嘅無利害關係股東投票反對。你試計下。假設大股持股50%，餘下嗰50%，小股東嘅10%，咁啱就係5%。呢5%就可以關鍵一票決定公司能否私有化成敗。所以喺鱷魚恤、黃氏講件事例中，大股東提出嘅私有化計劃最終都全部失敗。當你見到David Webb 或者類似風格嘅激進投資者出現喺5%嘅披露名單，呢個就係信號，獵人入場啦，鯊魚聞到血腥味，你可以考慮跟住去揾食。第四式咧係追蹤中央結算嘅足跡。David Webb 咧係全香港最識睇中央結算系統嘅人。當年佢踢爆迷網50咧，就係發現一堆唔乸更嘅公司啲股票竟然全部都係存喺同一批不知名嘅證券行度。如果你發現某隻細價股股權高度集中喺幾家奇怪嘅小型券商手裏，而且經常左手交右手，千祈唔好掂。David Webb 教落股權集中喺大股東手係好事，但係集中喺邪惡券商手就係大凶之兆。最後一式係鬥長命。David Webb 嘅持倉平均都超過5年啦。佢買入鱷魚恤之後，經歷過私有化失敗，經歷過股價低迷，佢有冇走啊？佢一直等到大股東終於要賣盤嗰一日，佢賺嘅唔係快錢，係時間對錯誤定價嘅修正紅利。如果你用佢嘅方法揀咗隻好股，就唔好日日睇報價機，你要好似鱷魚咁潛伏，靜靜地等隻僵屍變成公主。講到呢度，大家應該明白 David Webb 留俾我哋嘅唔單止係一個網站，而係一種獨立思考嘅勇氣。
如果對我哋嘅財經故事及深入分析有興趣，記得訂閱我哋嘅中環十一少，仲要撳埋個鐘仔，咁就唔會錯過我哋嘅最新內容。如果想睇更深入嘅文章，記得訂閱我哋嘅 Patreon。